齐寒是出了名的风流贵公子，他善待每一任女朋友，要什么给什么。除了结婚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与初恋分手，至今不甘，没法跟其他女孩走到那一步。我跟他在一起的第5个月，家里催得紧，我只好跟他告别。听说你初恋也要回来啦，恭喜啊！他笑。当晚他的朋友给他办单身派对，场子很大也热闹，有人提起我，齐哥，我刚好像看到程生了，旁边还跟了个男的，挺帅。话落，所有人都在八卦，闹得厉害。齐寒却突然发了火，掐灭手里的烟，冷笑，说在一起的是他，提分手的也是他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我跟齐寒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就下了赌注，玩得很大，赌我们的恋情能不能超过1个月。他家世显赫，名声在外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听室友说过，北城姓齐的可不是一般人物，不好招惹。不过这位齐三少不太一样，听说他很好追，从来不对女孩发脾气，跟每任女朋友都好聚好散。这话不是虚言，但我们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谁追谁一说。我那时还在读研2，跟着导师做课题研究，需要用到一部已经绝版的英文专著，很难找。我在网上发了很多帖子，都石沉大海。就在我以为无望的时候，才终于有人回复，有点玩世不恭又颇为认真的语气。我家老爷子那好像有，要的话联系我，哥就当做回好事了。我当即就联系了他。之后为了感谢他，我们又来往了2次，相处得很愉快。最后一回，他站在路灯下，眉目俊朗，不知想起什么，挑眉问我，以后还见吗？以后春去秋来，一年又一年，还会不会再见？月色冷冷，正是良辰好景。若来上一句不见，难免令人失落，鬼使神差的。我笑了下，不甘示弱一样，问他，听说你很好追，是真的吗？他看着我，止不住的笑。那你试试。涉世未深的时候，遇见那样一个人，恣意散漫，从容强大，让人不自觉的就想靠近。况且很早以前我就见过他了，我那时候才刚来这座城市，在车站被人抢了钱包，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报完案出来又赶上下雨，落魄的厉害，也哭得厉害。他开着车从我旁边经过，慢悠悠的开口，去啊，捎你一程。我自然不赶上他的车，他也沉得住气，耐着性子劝我，我不是坏人，信我一回，别哭了。我后来一直很想感谢他，但我们再也没遇到过。这座城市那么多人，能够有一面之缘，说上几句话，真的是件很难的事。这天以后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室友知道这事的时候还惊讶了好一阵，最后说，跟他这种人谈恋爱，感觉应该还不错吧，不过听说他跟每任女朋友都不会超过半个月，就当及时行乐了。我说，及时行乐，人总有天真的时候。彼时我以为恋爱这种事随心就好，我喜欢他的时候不管他的曾经，只想与他有未来。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的，就比如那个赌约，明明齐寒的每任女朋友都不会超过半个月，他的朋友们那些公子哥为什么会赌1个月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多的那半个月是因为我有3分像他的初恋，那个赌注输的人占了一大半。因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，我跟齐寒的感情很好，跟他之前谈的那些都不太一样。他难得主动，每天都会来找我吃一顿午饭或者晚饭。有一阵我忙得厉害，他就在学校门口等我，一等就是大半个小时。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拉着他说要带他吃顿好的，他就扯我的袖子，憋笑，你男朋友想吃食堂？说完又顿了下，征询我的意见，行吗？其实我明白他是不想我来回折腾，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听说过他念书那会金贵得很，从不吃食堂。齐家的少爷有目空一切的资本，我们一直没分手，感情好到令人诧异。我们在一起的第3个月，他搬到了我学校附近，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他专门在家里弄了个影院，闲暇的时候我们就窝在沙发上看电影。他对这些其实兴致寥寥，但我喜欢。他每次都会耐心的陪我从头看到尾，遇到我特别喜欢的片子，他还会认认真真的做笔记，写影评。他外公是很有名的画家，他跟着耳濡目染学过几年，颇有些造诣。那些日子里，他偶尔也会画我。其中有一幅我印象很深刻，女孩站在香樟树下，怀里抱着一沓书，眉目清秀，笑容明净。但我其实一直很想问他，那时我与他才见面，还很内敛，哪里会笑得这样明媚？后来有个深夜，那是我们的第1次，我的课题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他知道以后，耐心的为我指点迷津，手指在我的腰上轻点着，姿态散漫。明白了。我恍然大悟，然后惊喜地回报他，他看着我，目光慢慢幽深起来，最后往前一压，薄唇微动，触感冰凉。他有点紧张，但面上依旧漫不经心，攥紧我的手。生生，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低着嗓音提起那幅画，说，我们第1次见面的时候，你站在那，我就特想拍下来。我笑，吻他的脖子，意有所指。你跟之前那些女朋友也这样？在柔情和缠绵中喃喃低语，诉说出浴时的光景。他则一声混不吝地抵着我，你出去问问，我跟哪个到这一步了？暧昧无声流动，到后面我就笑不出来了，被他抱在怀里，低低的哭。北城的9月，秋色连波，网上到处都是游客去祈福的视频，我缠着他陪我一起去。他熬了好几个大夜，把手上的事处理完，专程腾了1天陪我。蜿蜒山道，他牵着我的手走过上百层石阶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生怕我走路踩了空。但后来离开他，我又想，人这一生哪里会一直不跌跟头？那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他。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？大概是从见到那张照片开始。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个月。齐寒的朋友多，他过生日，所有人都卯足了劲想替他庆祝。
提前10几天就开始筹备了。我那时候正好放假，就跟着一块折腾。来往多了，他们聊天从来不避着我。慢慢的，我知道齐涵这人对待感情其实也曾上过心，他认真的求婚，认真的挑选戒指，选订婚场地。只是最后因为一件小事，女孩还是觉得他不够爱自己，大吵一场后，两个人都累了，一个负气远走，一个没有挽留，就这么分了手。他们差点就结婚了。听到最后，有人给我看照片，毫不避讳，说起来你跟苏梅还有点像呢，不然我们当初也不会因为你开赌局。照片上，苏梅笑得很开朗，跟那幅画中站在香樟树下的姑娘是那样相似。当初才知道这个赌局的时候，我只觉得他们无聊，现在再看，却觉得真正傻的人其实是自己。所有人都知道他与初恋分手，至今不甘。他依然关注他的动态，每年他过生日，他都会特意派人不远万里给他送去最贵重的珠宝。他在那里有任何不顺，也很快就会有人告诉他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去一趟，然后悄悄帮他摆平一切，不让他知道，不联系，却也没放下。只有我天真的以为自己在他那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最后有人笑言，苏梅离开以后，齐哥就一直在谈女朋友，但我们都猜他这样也就是为了逼苏梅回来。说完，在场的人都笑了。齐涵打完电话回来，坐在我身侧，捏我的掌心，低低笑一声，说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我看着他，心底一片凉意，木然道：再说你初恋。他怔住，少见的恍神，到最后都没说出那个名字，只是淡淡开口：有什么好提的？这是我第一次起了跟他分手的念头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的朋友们，没有将我蒙在鼓里。恰恰因为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他们告诉了我这些，我才能清醒过来，看清眼前的局势，让我明白，我只是齐涵的过客，是他爱另一个人的手段。这天以后，我隐隐觉得我跟齐涵之间有什么变了，但我们谁都没有主动提起苏梅，他也没有任何想跟我解释的意思。他对我越来越大方了，他带我出席各种拍卖会，只要我多看一眼的东西，很快就会有人送到我面前，忘记是听谁说的了。说齐涵善待每一任女朋友，分手的时候从不吝啬，对方要什么他就给什么，无论是钱还是资源，倒有那么点银货两讫的意思。他生日的前一晚，让人给我送来2份转让合同，一套别墅，还有一辆车。我收到的时候，指尖都是凉的，然后我颤抖着手给他打电话，他接得很快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问他：你过生日给我送这么大的礼，不觉得亏？亏什么？喜欢你，想对你好。他应道，语调微微上扬，带了点笑意，像是情浓时的调笑。我掐着掌心，强迫自己冷静。这些东西太贵重了，都快赶得上彩礼了。他很久没说话，我抿唇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最后，他的语调微顿，漫不经心道：生生，别多想了，早点睡，明晚我来接你。我应该相信吗？他做这些是因为喜欢我，而不是想跟我分开。第二天，齐涵如约来接我。刚到地方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看着屏幕上的那串数字，看了很久，才松开我的手。你先进去，我接个电话。他这样一个人，竟然也会有如此踌躇的时候。我说好。进去以后，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。没多久，有人从外头进来。外头那么冷，齐哥在跟谁打电话呀？还能是谁？苏梅。我刚凑近听到了点，他好像过几天就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齐哥还不得高兴坏了？苦等多年的人和事，终于有了好结果，不管是谁，都要开心的。最后有人感叹，兜兜转转，齐哥身边的人还是苏梅。只是这种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追忆往昔，感慨他们的情深，就显得我这个正牌女友有点多余，像个局外人。齐涵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没继续说这个了。他抿着唇，脸色不大好看，隐隐有些烦躁。看到我的时候，却又饮下了这些情绪。他靠近我，握了握我的掌心，笑了下。玩得还开心吗？等会跟我一起切蛋糕。我说好。切完我就主动提分手，体面周全，以后真的就不见了。最后我还是没能陪他一起切蛋糕，因为他说完这话没多久，外头就有人送了件礼物进来。是苏梅让人送来的，是块腕表，看着就贵，是齐涵惯常用的牌子。也挺巧，我送的也是腕表，不过我买不起那个牌子，送的是我能力范围内一款性价比还可以的。我送的那个，齐涵只看了一眼就让人收起来了。苏梅这个，他看了很久，久到握着表带的手都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的目光幽深，又有点复杂，最后终于抬手将那块表戴上了。于是有人拍照片发到他们的群里，说小梅的眼光真好，不愧是齐哥念念不忘这么多年的人。我本来是看不到的，但我旁边正好有个姑娘，是齐涵的堂妹，她应该是太激动了，也没仔细看旁边到底是谁，就拉着我的手尖叫，给我看手机。你看，他们真般配。屏幕上，苏梅回了一句：他喜欢就好，你们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喝太多。然后就有人开始起哄，鼓掌。我被挤到了最后面，我也跟着鼓。礼盒最底下还有一张卡片，字迹很秀气，写着：与君远相知，不到云海深。齐涵微微怔了怔，握着卡片的手僵住，然后不知怎地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神情突然慌乱起来，抬头往四周望，最后他的目光定住，穿过人群，把视线放到了我身上。我坦然一笑，给他做口型，生日快乐。他这才像是松了口气，却没再喊我跟他一起切蛋糕了。他朋友多，都玩得挺开，没多久就喝多了，没人跟我玩，我就在一边看着。看到最后，他兄弟扶他上楼，我也没跟着，我准备直接走。分手这种事也不一定非要当面提。临出门的时候，他那个兄弟又追了下来，找了一圈找到我，然后塞给我一张房卡，急匆匆的开口：
齐哥在顶楼等你呢，你上去陪他。我认识这个人，叫萧景逸，跟齐涵玩的最好，也是他这群朋友里我最熟悉的一个。不过其实他也瞧不上我，因为他一直笃定我跟齐涵之前的女朋友没什么区别，玩玩就散，不会入心。正主都要回来了，3分相似有什么用？我没接那张房卡。喧嚣声中，我开了口：“你告诉他，我跟他就到这里了。”萧景逸诧异片刻，像是有点没听清，握着房卡的手也抖了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我很有耐心的又说了一遍。萧景逸拧着眉看我片刻。你认真的？你知道的，在他这可没什么后悔一说啊。他从来不吃回头草，除了苏梅，因为他一直在等他。我点头，声音坚决。他抿了抿唇，看我片刻。不是，这谈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说到这，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最后到底没问下去，点头。那行，你走吧，别忘了把你东西都从他家搬走啊。被人看到不好。我轻笑。好。我动作很快，当晚就把自己放在他那的东西全都打包带走了。他送了我挺多东西，我都没拿。那2份合同我也原封不动的留给了他。既然已经决定分开了，再带上这些东西，触景伤情，于我而言难免负累。回学校以后，我什么也没想，就睡了。睡了挺久，等醒来，打开手机，就看到齐涵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一条是昨晚10点发的。那时候我应该才跟萧景逸说完话，急着回去收拾东西，就没顾上看他说上来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下午2点了。我这么久没回消息，也没去找他。要是放在昨晚以前，以齐涵的脾气，肯定会给我打电话或者亲自来找我。但到现在什么都没发生，看来萧景逸已经把我的话带到了。他这个人看起来温润多情，其实骨子里最是冷淡。我已经提了分手，他又应当早有此意，自然也没什么意见，不会多说什么，更别提挽留了。我的生活又恢复到没遇到齐涵之前的模样。我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，我独自一人在外，她不放心我，隔3差5就给我介绍对象。她一直希望我可以有个好的归宿。打完电话，她给我发来几个微信号，记得加，要是有合适的就试试。我说好，但依然没加。室友叹着气劝我，何必呢？齐涵这样的人，保不齐很快就会有新欢了，你也该继续走自己的路，不是吗？我说不是因为他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因为上一段恋情的不如意，就迫切的投入到下一段恋情，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我不会一直遇人不淑，我总会结婚，总会跟人两情相悦，但我想，至少不是现在。18岁时，我刚上大学，想重新遇到一个人很难，但现在好像又很容易。分手以后，我还以为我跟齐涵不会再见面了，可就是那么巧。我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，出商场时正好遇见齐涵一行人。他穿得很正式，像是刚从哪个酒会过来，西装革履，身上萦绕着淡淡的木质香水味道，跟以前用的并不是同一款。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他淡定地对我微笑，点了下头，然后就移开了视线，继续跟旁边的人交谈。我突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，原来和平分手是这样的，他跟所有人都这样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指责，更没有嫌隙，再见面依然是朋友。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，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，我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齐涵打来的。我穿着大衣，理了理脖子上的围巾，在寒风中挂断了他的电话。可没过2分钟，他就又打了过来。我不接，他就一直打。最后我终于接通，喊他齐先生。那边一直没人说话，很久后我正准备挂断，就听到他说，抬头。隔着一条街，我看向对面的男人，我看不清他的眉眼，也看不清此时此刻他脸上究竟是怎样的神情。他手插进裤袋里，与我对望。我问，你想说什么？他的嗓子有点哑，半晌开口，为什么？我想了会，回，为什么跟你分手？他嗯了一声。我有些莫名，他这样聪明的人，他身边那些人都看得明白的事，他居然还要问为什么？我不太想跟他纠缠这些，敷衍道，家里想让我结婚，催得厉害。他的嗓音微顿，几秒后反问，就因为这？我叹口气，他似乎在思考什么，沉吟片刻，才重新开口，我可以跟你。我打断他，懒得再跟他多说，我已经有要结婚的对象了。听说你初恋也要回来了，恭喜。他沉默片刻，那边传来打火机点火的声音，片刻后才笑了下。说完，他又问，像是没话找话，我送你的那些东西，你一样都没带走，是不喜欢？你喜欢什么？我重新让人给你送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用了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，好聚好散吧，再见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没有再看他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顺便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当天下午，我们跟着导师一起出去吃饭，吃到一半，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我出去接个人，算是你们师兄才从国外回来，正好也在这附近吃饭。没过一会，包厢门被推开，我抬头看到门外的人，他的身姿很挺拔，气度非凡，袖口半挽着跟我们打招呼。身旁有人已经低声谈论起来，是许燕爱，她居然回国了。听说她很厉害，年纪轻轻就飞升内外，拿了很多奖，是导师的得意门生。别的不提，他真的好帅。包间气氛还不错，我跟着笑了会，不知为何觉得他有点眼熟。等他走后没多久，我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上显示我收到一条微信，苏，不记得我了。很奇怪，我并没有给他备注，但我就是想起来了。那时我大学刚毕业，跟朋友一起去看演唱会，
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行人出来，却被人群冲散了。我急着找人，转身的时候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个人，然后崴了脚。那人扶起我，沉声说了句别动，当时就带我去了医院，还替我垫了医药费。我觉得不好意思，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过失，却让别人陪着我折腾这么久。因此，从医院出来，我就问他要了联系方式，给他转完钱，又下意识说了一句：北城好心人还挺多，还都长得挺好看。他反问：哦，还有别的好心人？我说：是啊，不过我后来再也没遇到过他。男人沉思片刻：我认识的人多，或许可以帮你找找。可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齐寒，最后到底作罢。他笑笑，气度沉稳，斯文内敛。那好吧，希望下一次见面你可以得偿所愿。我跟许燕在微信上聊了几句，结束话题的时候，我想了想，问他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，算是谢谢你。他说有。我们很快就定下了时间和地点。吃完饭，许燕坚持要送我回学校，就跟当年一定要亲自送我去医院一样。我们在路边僵持了会，有人迎面走过来，我听见他们的说话声。怎么回事啊？苏梅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？齐哥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办什么单身派对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听说齐哥今天心情差爆了，大伙想让他开心开心。难怪呢，刚才在包厢里头一直没见他笑过。他们应该只是出来买个东西，买完就准备往回走。其中有个人应该是认出我了，回头看了我跟许燕好几眼。原来苏梅明天就要回来了，挺好。许燕看了我一会，突然开口：对了，还没问问你，找到那个人了吗？我说嗯。他目光微顿，点点头。恭喜你。我没再多说，最后到底没拗过他，由着他送我回去了。可刚到宿舍没多久，我就接到一通电话，没备注，是北城当地的号码。我没多想，就接了。电话那头竟然是萧景逸，他声音很低，带了点哀求的意味。程生，你现在在哪？我这出了点事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我不太明白，这北城还有你们摆不平的事。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要睡了。他犹豫着，最后咬着牙跟我诉苦。是齐哥，就他生日那天，你不是让我转告跟他分手那事吗？我当时上了楼，把这事跟他一说，他当时也没说什么，但后来好几天都没搭理我，脾气也变得差得要命。我开始还没转过弯来，直到今天又出了事，我才想明白，他是在气我没留住你。我抿了抿唇，今天出什么事了？他沉吟片刻，最后叹口气，妥协一般。给你发个视频，看完你就明白了。下一秒，他的视频发过来，我点开。视频一开始是在录整个场子，还有萧景逸的声音，应该是在跟女朋友报备，说还挺热闹，问他要不要来。没过一会，镜头顿住，有人凑到齐寒面前说笑，正好就是我不久前碰到的那个人。他说：齐哥，我刚好像看到程生了，旁边还跟着个男的，挺帅。他说的挺轻松，场子里的人也都开始八卦。萧景逸可能也觉得有点意思，在视频里说，齐哥之前跟女朋友分手，都挺乐意听到对方找到好归宿的，这下他总能笑笑了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下一瞬，我听到齐寒的声音，竟然冷得彻骨。说在一起的是他，提分手的也是他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我的手顿住，退出视频，心神有些不宁。齐寒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萧景逸的声音又在那边响起来。看完了没？齐哥这会正发火呢，你过来一趟成不？求求你了。我忽然就很累。你们那么多人在那，他能被人卖了还是被人吃了？实在不行，苏梅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？你们就等他过去，他一去，齐先生自然什么火气都消了。萧景逸在那边啊了一声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不是你，哎呀，这样吧，我去接。他的话刚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。我的耳畔传来一阵摩擦声，紧接着是很浅的呼吸声。片刻后，有人轻嗤，声音微哑：程生，我们聊聊。说实话，我并不觉得我跟齐寒还有什么好聊的。想了想，我正准备拒绝，他又重复一遍，语气很淡：我们聊聊。你知道我的，我这人有时候做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如果你这回不答应我，程生，我不能向你保证自己不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我没想到齐寒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样的他让我觉得有点陌生，但又仿佛本该如此。他其实本来就是那样一个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好，你想聊什么？他的嗓音很冷，在夜色中让人有些辨不真切。你跟他分开，我们复合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我就想明白了，他应该是误会了。他把许燕当成了我的结婚对象。我揉了揉额头，觉得有点荒唐。他不是从不吃回头草吗？握着手机，我又想到了那幅画，那笔堪称一掷千金的分手费，还有他那些朋友们跟我说过的话。这样耍我，拿我做消遣，很好玩吗？我压下心头的烦躁，清了清嗓子，有病。说完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挂了电话，然后把萧景逸也拉进了黑名单。我已经足够大度，没跟他计较那些凉薄和欺瞒，他倒好，居然反过来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不知道后来究竟又发生了什么。这日以后，我隔三差五就会见到齐寒，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眉眼冷冽，看人时变得愈发淡漠。每每遇见他，总是漫不经心地看着我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拒绝得足够干脆，他却专程在无人处堵住我，拿出手机给我看，指着上面的人：这你男朋友许燕是吧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只能找他谈谈了。我忍无可忍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只见过几面而已，根本就不熟。你想做什么？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有些话我原本不想说的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不是吗？
跟我在一起对我特别，也只是因为我跟你初恋有点像，他要回来了，你就给我车给我房，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别缠着你吗？现在又来搞这一出，说真的，挺烦，挺没意思的。齐寒愣住，像是有点没明白过来，什么意思？过了好一会，他才低声骂了一句，再开口，嗓音有点哑。我从来不觉得你们哪里像，这都是谁瞎传的？我让他来解释清楚。送你东西也只是因为想送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没想跟你分手，这些都可以解释。我的喉咙有点干涩起来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这些确实是我误会了，但他接苏梅电话时的小心翼翼，还有他朋友们之间的心照不宣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不管现在他怎么想，在我们还谈着恋爱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对他的初恋难以忘怀。这么想着，我就更不想跟齐寒待在一起了。我问他，你知道现在的你对我来说是什么吗？他的目光微微一亮。什么？我笑了下。我洗完澡从来不会再穿脏衣服，你跟脏衣服有什么两样？他猛地后退一步，面色发白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他的朋友们找过来，看清眼前一幕，下意识轮番劝我。齐哥心里头念着你呢，这些日子他也不好受，你们之前那么好，真的不可能了吗？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我说，对，不可能了。话音落下，我却忽然想起，不久前他们也是这样提起苏梅的。他们说齐寒和苏梅才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这才过了多久，说辞就变了。萧景逸下意识打圆场。是啊，要不我等会让人订个包厢，大家一起吃顿饭，把之前的事都说开。我们之前在你面前说了挺多不着调的话，那都是我们瞎猜的，你别当真。我摇头，我还有事，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萧景逸还要再劝，别呀，挺长时间没见了，你把我电话从你黑名单里拉出来呗，我还有。他说到一半，齐寒突然出了声，算了，幽立方。萧景逸有点不甘心，这好不容易遇到。我说，齐寒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，算了，让他走。这天以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齐寒的消息，倒是偶尔会跟许燕见面。我陪他在学校附近散步，他去应酬，途经学校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气喘吁吁跑到楼下，他把手里的演唱会门票递给我，说是偶然得到的，知道我喜欢听，就送来了。男人身影清俊，神态自若，我想他大概不知道这票有多难抢吧。他始终有理，进退得宜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赚了票钱给他，他不肯收，我没了法子，只好又请他吃饭。结果到最后结账时，居然还是他付的钱。12月初的时候，他又要出国一趟，短则半年。我特意去机场送他，他冲我微笑，有点欲言又止，最后到底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了。他走后没多久，我遇到了萧景逸，他叹着气跟我说，齐寒现在很少跟他们出来玩了，也不去找苏梅。苏梅这趟回来就打着跟齐哥复合的主意呢。可谁能想到，齐哥现在根本不搭理他。前几天被吵得烦了，还给苏家施压，让他们早点把苏梅嫁出去。我像在听故事一样。可他们之前那么好，谁知道呢？感情这是说不准，而且苏梅从小跟在齐哥屁股后面长大，那些年里她一个人在外头，就算没有爱情，照顾也是应该的。我笑了下，没做评价。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任何人。齐寒生日那天，他戴上那块表以后，我还接到过一通电话，是苏梅打来的。你就是齐寒现在的女朋友吧？听说他对你很不一样。不过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们当初都快要结婚了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忘不掉彼此。我看了眼不远处谈笑风生的男人，脸上的泪早就被风吹干了，以后也不会再为他流了。我说，那祝你们所死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祝福落空了。说起来也很好笑，我没有想到再一次听到齐寒这个名字是在我一个学妹那。她不知从哪里见了齐寒一面，又打听到我之前跟他交往过，特意找到我向我请教该怎么追齐家那位三少。听说他跟你分手以后就再也没谈过女朋友。学姐，你教教我呗，你是怎么把他追到手的呀？我那会正忙，不是都说他很好追吗？你制造点偶遇，多见几面就行了。他听完，我明白了。很快我就把这事忘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找到我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一点也不好追，这半个月来，我天天想办法在他面前刷脸，他愣是一点好脸色也不给我。今天还让我滚，我有点诧异。你是说什么了吗？还是做了什么？不然以齐寒的脾气，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止了哭声，委屈道：也没什么呀，我就提了你一嘴，说我做的这些都是你教的。我跟齐寒分手，闹得挺僵，他不乐意听到我的名字是正常的。当晚我正准备睡觉，手机屏幕却突然亮起来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熟悉的语气，很冷淡，却仍旧带了点玩世不恭。再敢叫别人追我，你试试。我沉思片刻，打字，抱歉，不会了。那边安静下来，没再发消息过来了。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年关。我提着行李下楼，出了校门，却看到一辆熟悉的车。齐寒靠在车门边，看到我，走吧，捎你一程。我突然就想起第一次见他，他也是这样问我。去啊，捎你一程。我们一起走过一程，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我正要拒绝，他身后的车窗却突然降下来，女孩笑盈盈地冲我招手，学姐，快来啊，我们一起。说着就下来拉我上了车。一路上车子里都很安静，直到了机场，齐寒帮我把东西从车上拿下来。我说谢谢，他点了下头。再没有别的了。我回到家没多久，学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别误会啊，学姐，他不是专程来接我的，只是我正好看到他，猜到他可能是想送你，才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帮忙的。我怔了下，刚才我确实以为他们在一起了。没事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学妹叹气，好可惜啊。有什么好可惜的？他不知道，我当初也是这样，听到很多人在我面前说齐寒错过初恋，很可惜。除夕当晚，下了大雪，吃完年夜饭，我坐在沙发上跟许燕聊了会天。他离开以后，碰上节日，我们偶尔会联系，互相祝福。表弟却突然趴在窗子往外望，大声嚷嚷着：“那辆车我在网上看到过，全世界都没几辆，居然能在咱这见到真的。”我没在意，那你就多看两眼。第二天，我接到齐寒朋友的电话：“程生，你见到齐哥了吗？大过年的，他不在家，人也联系不上。他之前从来没这样过，我们都挺担心。”听完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我想到了那辆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车。我从窗子往外看，没看到那辆车，只好沿路问了一圈，最后才在一条巷子附近看到齐寒。男人站在路边，身上的衬衫有点皱，也没穿外套，脸色不算好看，手上拿了根烟，没抽。看到我，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。我走近他：“你手机呢？”他有点无措，把手机拿出来，点了会，开口：“没电了，你快点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齐寒怔了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下意识就跟着过来了。你之前说家里催你结婚，你什么你？难不成你想跟我结婚？齐寒，不可能的。一直以来，从不轻易回头的那个人，其实是我。我从小到大都性子倔，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办到。放下一个人也是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眼角突然泛红，许久后才若无其事一般耸肩笑了笑，对我说：“程生，我饿了，没带钱。”我请他吃了一碗面，18块钱，没什么肉，青菜很多。热气腾腾，我们相对而坐，模糊了彼此的面容。他吃得很慢，但还是吃完了。吃完又恢复成我最开始认识他时的模样，慢悠悠地用纸巾擦嘴，然后开口：“这真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面。”这之后我又回到北城，我跟齐寒没有再见过。我跟他本来就是两个圈子的人，如果不是刻意去打听，其实很难听到他的消息。毕业后的第1年，我又谈了次恋爱，对方是合作公司的总监，性格沉稳，待人很和气，但我们在一起始终不温不火，没到1个月就分了手。第2年的春天，北城下了一场雨，我从公司出来，遇见许燕，她左手还提着行李箱，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，对着我微笑。好久不见。这一年秋天，我们在一起了，他跟我一起去做所有我喜欢的事，他身边的朋友都叫我嫂子，有任何事也全都向着我。我们从不轻易说分手。我们一起去挂姻缘树，一个牌子，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写完，他又一丝不苟地添上长无相望。他牵着我的手往回走，他笑，真好啊。我说，我突然想起有一年，我跪在蒲团上许愿，愿望太多，我一样一样的在心里细数，生怕漏掉哪一个。那人就在旁边站着看我，最后扶我起来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想要什么跟我说，比这个快。他从来不信这些，可等到出了寺庙，远离香火，他却又低低叹一声，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我记了好多年，他说遇见我，其实是他3生有幸。